花5000日元租一天完美女友是种什么体验？他本来就是随便试试看，以为就像抽盲盒一样碰运气，结果人家实际上比照片还漂亮。第一次约会美女，河野好紧张，女生随意一个动作就让他着迷不已。可是那女生很现实，钱先结清才能约会。河野掏了4万租她8小时，然后两人直接去了水族馆。女孩做得很到位，每个动作都跟真女友似的，让河野觉得很轻松。快租期到时，女孩自然地拉起他的手，很自如，让河野心跳加速。分别时，女孩笑着说拜拜，河野还有点恍惚呢。他一回去就搜起了那女孩的信息，那女孩叫千鹤。服务以后大家的好评率超过 95%， 用户的评价都差不多全是夸奖，甚至有很多和他今天的经历一模一样。河野立刻愣住了，原来他不只是跟他牵过手而已，这全是千鹤惯用的伎俩。河野一气之下登网站，直接给千鹤差评，批评他玩弄感情，给差评还觉得不够解气，他得问问千鹤究竟为啥。于是次日他再次租了她，一见清纯迷人的千鹤，立马又软了心，真是讨厌又萌，这货怎么这么可爱？河野这回还是租了8小时，抓紧头脑清醒时候问疑惑，跟不太待见的人约会，还拿了钱，心里不难受？千鹤轻摇头，露出公式化的笑容，说自己挺乐意干这工作。河野说不出啥来，可是去买东西时，店员误以为他俩是夫妻，这让河野感到挺尴尬。千鹤试图缓和气氛，说他们是一对儿，但河野立马否认撇清和他的关系。千鹤有点尴尬的点了点头，同意按他说的办。他们又一次去了水族馆，这次千鹤可是做足了功课，让河野心里对他稍微有些转变。表面上他还是挺硬的，觉得他这样做没啥大用处，反正他们只是假扮情侣1天而已。河野想到自己刚被前女友甩，说得越来越愤怒。千鹤把他拉到无人处，严厉地训了一顿，河野当场傻眼。千鹤实在忍不住了，明明一开始都同意了协议，毕竟是租借女友，得按规矩来。你就给我来了个1星差评，就这个我评分下降了 0.3， 你打算怎么补偿我？如果你是来捣乱的别找我。这才是真千鹤呢。千鹤平复心情，问他还玩不玩，反正他已经拿了钱，所以会陪他玩到底。这时候河野手机响了，是医院来的电话，我奶奶突然生病了，得赶紧去了，抱歉。河野带着假扮女友去看奶奶，亲戚们一阵玩笑，他一慌说成了真的女朋友。真的假的？初次见面，我叫水原千鹤，突然拜访真是不好意思，请多指教。做得好，我得出院了。奶奶着急死了，怕那姑娘飞了，因为孙子20年来女朋友少，这次找了个美女得紧紧抓住。爸妈满意的离开后，就把照料工作交给俩小的了。奶奶一上来就尖锐的问，这让刚牵手的河野挺尴尬。职业假女友千鹤很机智，认为要先让奶奶接受，逗乐了老奶奶，还要向院里的奶奶们分享这喜讯。千鹤一听急了，因为他奶奶也在这医院，自己的工作他也不知道，被揭穿就麻烦了。千鹤打算快点撤退，结果在走廊遇到了奶奶团，俩人又溜回了那个病房，想要藏得好。千鹤拉他钻进被窝，可这么近的距离，河野挺难受。这时候奶奶走进病房了，瞧见床上的大团团，礼貌地问了问，俩人床底下商量着得回应。奶奶问是不是见过一对小情侣，他俩说那俩人出去了，真是感激的无以为报。奶奶一走河也还猛着呢，近看让他的心脏砰砰跳，下一秒飞踢把他给惊醒。千鹤正生气呢，他奶奶刚好来了。意外的是，河野的奶奶也来了，很明显俩人都露馅了。河野要站出来说清楚，千鹤赶紧阻止，这就默认我们的关系了，结束后直接说咱们分了。这一次的体验，河的评价给了5星，反正不大可能再见面，接下来就好好过日子吧。5000块租的女友竟然是同校的，还跟我是邻居。千鹤马上锁了门，跟我说别太互动。河野像在做梦，自己租的女友居然住隔壁，但同时也得知了个坏消息，奶奶打算拜访，要看望孙媳妇千鹤，意味着假扮女友可能马上露馅。河野急忙藏起所有食材，慌张不已地按响千鹤家门铃，门没动静，他就装成送餐员大声呼喊，等门开了立马堵住。
恳求千鹤再演一次他女友。千鹤很不情愿，河野只得透露奶奶将要上门的消息，只要半个小时，当然还会付房租。但千鹤觉得他言而无信，不是说俩人已经散了吗？他不会因为对方提及奶奶而软弱，绝不妥协。见他还缠着不放，直接就踹了过去，只能回家先打扫卫生。可才收拾了一点，奶奶就急匆匆来了，一进门就嫌弃这狗窝，说不像有女友的人住的。奶奶找了个干净坐的地方，一坐下就直切主题，我也只能找个借口敷衍过去。哥还忙着工作没回来，奶奶也不急，就稍微等到天快黑，然后奶奶还想打扫下，但被河压着不让动床，奶奶就打游戏解闷。既然见不到人，她网游里就多充点钱，毕竟角色个挺像。她爱得不肯放手，见奶奶如此上瘾，怎么开口都难，一直等到天黑。奶奶心照不宣，也懂得是怎样一回事，还未说话，奶奶就说他俩分了。奶奶觉得是他不上道让人家瞧不上，看他鬼鬼祟祟的就能猜到，这剩男本质实在太强了。他没指望时千鹤的现身真是个大惊喜，所以他对于只有短暂相聚也没生气。隔壁阳台的千鹤听着这一切，河野正在回忆那些美好时光，正想着就这样接受现实。这时千鹤拿着锅出现了，奶奶兴奋地跑过去抓住他的手，在河野疑惑的目光中，千鹤严肃说道：只要是为了奶奶，我去任何地方都行。你总算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我相信千鹤不会丢下河野。河野虽然难以言表，但是心里真的很感激。所以奶奶刚走，他就先交了房租。千鹤认为帮这个小忙不算什么，但河野说那是下周的房租，来不来随意。他只租了每周3的1个小时。换个方式，鹤妹子提了个条件，别来管他私生活，连在学校也得装不认识。周3只聊个1小时，我愿意演你女友。这是听起来像做梦呢，虽然是给奶奶找乐子，但这是个不错的开端，哪怕他下秒又冷淡如初。那哥们在学校偶遇了前任，哪怕已经分手，他的魅力还是令人难忘，还忘不了他。同时千鹤恰巧路过，让河野心里有点紧张，毕竟这周3还得陪他去探望奶奶。但是租的女友千鹤做得挺到位，乖巧的很受老人欢迎。租约快满时，千鹤还主动拉了拉他的手，让他回头率爆表，简直就是理想中的女朋友。可惜意外被青梅竹马撞见，他俩一口也不信那美女是他女朋友，坚持觉得他被炸了，叮嘱他别上当，让他带他过来。他们听完也莫名其妙，难道是个出走的少女？居然是你多年没见的亲妹，直接被干鹤确认了。两人赶紧行礼表示尊重。现在这状况真爽，伙计们刚刚道了歉，就催他俩一起吃饭。俩人被逼无奈，河也飘飘欲仙了，完全忽略了千鹤那杀气腾腾的眼神。但是很不巧，聚会里还有河野的前任马美，现在真是进退两难，局面挺尴尬的。我真想逃回家。河野眼睛总盯着马美，那就自己分手后就找了新欢。马美倒是无所谓，他现在也有伴了，这让河野心里不是滋味。别人是真爱自己，只能租个伴儿，还是啥都不行？渐渐的越来越嫉妒，想去洗手间冷静下，谁料回来他俩已经坐一块了。马美最后多话，觉得河野挺纯，但有点控制欲，出门得裹得紧紧的，不大讲究外表是小事，做饭也磨磨蹭蹭的慢。河野还像个小孩子啊，没错吧小河？是啊，千鹤看得有点受不了了，他不爱听别人贬低河野，尤其是他们俩还在一起的时候，这对河野来说太不公平了。如果我让你不高兴了，真对不起，但我们一向这么叫小河对吗？小河赶紧跟我道歉啊，说点你的想法嘛。你在说啥呢？我向来这样。气得千鹤走了，马美装作若无其事，回去还搭着他的肩。马美稍微关心千鹤，河野建议让他先静一静。你刚保护我，我挺开心的。我家很近，要不要去坐坐？男人憧憬能和前女友大美女重燃旧情，结果下秒就恶心想吐了。马美立马递瓶矿泉水堵他嘴，这贴心举动让河野想抱抱他，得知他单身了更是心动，情不自禁想请他到家里坐坐。马美外表温柔，帮他整理了下毛发，可心里对千鹤的嫉妒还在。
对刚刚派对上反驳他的事也很不爽，到底该说他难搞，还是有点让人讨厌呢？他认为河野只是被颜值冲昏头脑，挑女朋友应该更看重内心。河野立刻醒悟过来，板着脸说千鹤不是那样的人，变脸太快，让马美疑惑是不是换人了。河野承认确实很喜欢他，但也不允许别人贬低千鹤，这让马美相当不爽。回家的路上，河野并不觉得后悔，他首先想做的就是找千鹤道歉。巧合的是，甘鹤也刚好回来，虽然他对他挺冷淡的，但河野说了他没跟马美和好，一边说着抱歉，一边埋怨自己没用。千鹤感动了，要不要再组我试试？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做你女朋友。千鹤就这样保持了每周3女友的身份。可一旦河野见到马美，他就信心满满，打算追求成功。马美其实在发帖取笑他，马上就要被甩，然后一下子态度大变，河野就这么轻易的被打动了。他俩一路聊，从过去聊到将来，连宝宝的名都想好了。河野还把千鹤当临时女友，比起正式女友马美差远了，所以打算坦白千鹤的真面目。偏偏这时候正巧遇到出去玩的千鹤，他只是作为一位普通老同学出现，因为打扮得太不一样，大家都没认出她是河野的女朋友。马美挺嫉妒河野这么专注，想更明白他俩的关系，但被问及时，河也含糊其辞，落荒而逃。马美自然很不爽，河野又一次因不作为而心烦，他怕暴露出千鹤是租来的女友，担心朋友笑话到难堪，他觉得特尴尬。千鹤这时候也来更衣室，河抓住机会明确了态度，说自己和马美关系挺好，但又不想让人知道他是租来的女友，所以周3的情侣装还得穿，到时候如果和马美和好，别让他觉得难受。千鹤听这话觉得太扯了，俩人其实就是雇佣关系，真没必要那么多情。这时候外头传来了马美的声音，掏5000租的女友，在大家眼前算是真女友。边上的马美想搅局尴尬了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河野的女友甘鹤。哥几个都羡慕地看过来，还追问他关系怎么样了。马美在旁边听着挺不爽，虽然他转眼就能换脸，他想为上次聚会的失礼说声抱歉。千鹤的礼貌姿态让马美越发不悦，马美把这股闷气撒在了字句里，嘲讽河野不仅约自己，还约了一帮人，真是太单纯还是傻。私时对两人的秀恩爱也很反感，而他们面对朋友的追问，只能硬着头皮编他们是如何相识的。千鹤表面附和，其实心里恨不得掐死他。这股紧张气氛让河野压抑不已，所以打算自己去游个泳，目光却还是不时瞄向千鹤，心想自己是不是高攀了，还得替他摆平这些麻烦的质问，心里担忧和马美和好无望。就在此时，岸边的马美向他挥手了，我的手链不小心掉海里了，真心找不回来。那串手链超级珍贵的。河野二话没说就打算下水找。千鹤因为河野不在，显得心不在焉。朋友们都说平常就常拉着他俩单独出去，女孩子们或许会介意吧。我对河也是满心的信任，爱真是羡慕河野那份恩爱。只是那边忙着找手链的也听不见这些，他现在正专心致志的在海里搜寻那个手链呢。马美一不小心摔进河野怀里，河野既局促又兴奋，马美像决心了似的。和租女友一起玩惩罚游戏，行吗？能这样吗？我超开心的，深觉他是我命中注定的人。这哥们20年没谈恋爱，所以对刚遇的女生一见倾心。好啊，我们在一起吧。看出他天真无邪，马美随便就答应了。爱情来得又快又意外，谁料到1个月不到就被甩，还直接投入他人怀抱。被丢下的河野还是挂念着他，马美似乎洞悉了这点，开始随心所欲地牵着他走，直到那位租借女友千鹤的出场，事情有了转折。这天河野跟童年玩伴们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因为途中接了个奶奶的电话，结果直接被判输了。看着咬着饼干的千鹤，河野犹豫地看了看马美，他在心里暗示自己这不过是个游戏，接着默默地啃起饼干的另一头。尽管千鹤越靠越近，河野依然纹丝不动。千鹤睁眼直勾勾地看着他，河野不安地瞄了马美一眼，看到他同样在盯着自己，压力太大，河野嘴软，说他跟千鹤快分了。千鹤心里说不出的空落，但见河野手在抖，他还是逼出个笑随和的回应。众人尴尬的不知咋办。然而就在此刻，一哥们儿一冲出来就给了河野一拳，
俩人开始厮打，他对他超级失望，说他左顾右盼的，总想着马美，这样对千鹤太不公了，连最近的女生都照顾不了，你啥也守护不住。这话一出，河野火大了。你知道马美对我多重要吗？分手那么难过吗？最好的哥们儿又闹着要搬走，又得迁就千鹤的心情。马美也一样，别让他觉得你甩了他，还给他机会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事后千鹤也没怪罪河野，他懂得他想复合的心思，毕竟俩人只是租来的恋人，表面上没感情，演戏既然演了，就借这事收场吧。这工作能接到真不错，我挺高兴的。然后千鹤被儿时玩伴叫走，起先这哥们说人家是渣男，优柔寡断，一事无成。其实他挺羡慕的，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份本事，才这么走运呢。我不清楚你俩之间的事儿，但如果他只是犯了个傻，能否原谅他一次？一直旁观的河野也被打动了，好友还亲手买了船票，让他俩去旅游，这直接触动了河野的心。被发现时，河野本能想跑，但还是决定向朋友道歉。朋友会议后，给他们俩单独相处的机会。千鹤把多出的那张票给了河野，但他说这是最后一回了，就这最后一次了，真的就这一次。船上千鹤可能晕船了，即便难受，他还是想陪他走完这段路。他还鼓励他去挽回马美。河野醒悟，决定一上岸就去告白。我不打算借给你了，我不会再借给千鹤了。手机响了，你接一下。抱歉，让我自己带会。我明白了。河野接了电话，马美叫他现在去，但河野当时忙，叫他先等着。就在那时候，想在船上透透气，不小心脚下一滑，救海里的租界女友，自己却倒在边上不省人事。千鹤怎么甩都没用，他始终没反应。起初千鹤试着照着记忆去压胸，他几乎崩溃的大声呼救，可就是唤不醒那个意识模糊的男人。别无选择，他开始了人工呼吸。幸好这招挺有效，河野立刻脱离了危险。事后河野向伙伴们讲明了前因后果。谢谢千鹤陪我一整天，这很正常啊，我是你女友啊。马美看着心里不爽，但这事儿之后他也没多留人，心里反而全是千鹤，想着和他的点点滴滴。即便他身份低微自卑缠身，也情不自禁真心动了。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，河野不小心被个女孩撞翻了，正打算站起来骂人，这谁啊？紧跟着河野接到甘鹤的消息，说要周末去向奶奶坦白。可到了病房，千鹤看着高兴的奶奶心软了，他甚至考虑要讲真话。如果我撒了谎，如果我不符合奶奶的期望，大家都有撒过谎，哪怕千鹤来自外太空，我还是喜欢他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人也开始喜欢千鹤，在他身边，他似乎发现了另一个自己，但他很自知，就希望能留住他就好。当然可以，我还可以再租你一阵子，感觉就像找回了希望似的。但为了保持雇佣纯洁，千鹤打算重开店铺，同时关照他人。河野稍微有点嫉妒，不太能理解，但事实是你不是唯一需要长大的人，还有考虑到奶奶的心情。千鹤劝他去找个真正的女朋友，毕竟涉及到将来。正巧那时候他俩在街上遇到了儿时玩伴，兄弟跟我说了件高兴事，我也交女朋友了，约了周末4个人双约会。还没缓过神来，那天就到了。让他大吃一惊的是，兄弟的女友居然是那次撞见的女生，撞得他心花怒放，那可爱样儿让河野直勾勾看着，完全忘了旁边千鹤在那儿呢。出啥事了？到体育馆了，看到俩人甜蜜的不行，心里超级酸。她冲上去问闺蜜，咋追到天鹅不解风情？闺蜜听了不高兴，凭啥问自己漂亮女友？她也有自己的魅力好不好？河野一脸怀疑，但他猜对了，千鹤也是租女友对吧？河野在街上不小心被女生撞了一下，结果那女生还倒打一耙说他变态。原本以为我们不再有瓜葛，哪料到他居然是我儿时玩伴的女朋友，还不客气的接了千鹤假扮女友的底。千鹤急忙把这事告诉了河野，河野立刻意识到问题严重，如果被儿时玩伴知道后果不敢想。为防止真相曝光，千鹤果断出面
声称自己是河野的恋人。夏显然不信任，如果你们是情侣，那就吻一个给我看。既然这么甜蜜，那亲个嘴应该没问题吧？事情到了没得选择的地步，千鹤只好硬着头皮上前。亲完就好，这样行吧？夏明白得很，可千鹤实在是尴尬，决定还是先退出这儿。看他俩那亲密的样子，河野绝不放过任何机会，打算找下单独时，设法让他闭嘴。可真正面对他，他一点都不占上风，反倒被他警告别跟着。河野像跟屁虫似的，死活不信他可能会说漏。夏真是体会到啥叫难缠，当然他也佩服他的胆量，别无选择，只好同意聊聊。夏说自己干坏事是因为瞧不起租客，但得知河野是出于逗奶奶高兴而租女友后，夏对他改观了。他那目标真是简单明了，但发誓录音这事儿他真干不了。跟踪狂死缠烂打，河野紧追不放。夏被这份坚持感动了，他无法适应这怦然心动，一分神我就踩空了，真的好痛。你干嘛呢？我倒没事，但这会坏了千鹤的名声。他虽然租来的，但千鹤确实是最棒的女友。我也是，我也在租女友。校园美女一样的她，居然拉着河野单独进教室要拥抱，来个拥抱吧！河野惊得目瞪口呆，竟有这福利，但还没回神，就听见青梅竹马在叫他，跟着发小的声音，俩人钻到讲台下藏起来，吓得心砰砰直跳。他搂住河野的腰，目送他诧异的目光，拿出手机测了起来。就在青梅竹马要走之际，夏血压测出了90，是前所未有的低。可河野已经紧张得快虚脱，要是被青梅竹马看见还了得。幸好四下里人都散了，俩人刚从下面爬出来，河野就一脸不高兴，但一看对方那可怜兮兮的，又不忍心说重话。就是突然，发小突然回来了，为啥想跟你混一块儿？河野赶紧开始解释，看着发小眼圈红润像要哭，河野只好求那人帮忙。小丽先生，很感谢您上次借给我的东西。我明白了。太悲惨了。众目睽睽下揭露童年好友其实是租来的女友，夏开始心态有了变化。河野在失去童年好友后，打算回去跟甘鹤汇报这件事。就在松了口气，两人的隐秘没被发现时，也为童年好友的境遇感到难过。但夏的举动让河野觉得纳闷，他担心这种危险不是偶然的，因此决定停止租用甘鹤。等等我吗？搞什么？自己偷偷做决定。正在这时候，夏找到了河野的家，发现甘鹤住在旁边，心里不免有点酸酸的。明明只是租人，怎么能越界？听着河野温柔的话，夏露出录音的手机。我在这儿向柯夏发誓，你俩的事和千鹤的工作，我肯定保密不说出去。只要河野愿意跟我谈恋爱，兄弟的女朋友向你告白，你会答应不？这姑娘叫夏，她心跳从小就慢，直到碰上河野才不同了。她的心跳数飙到新高，所以觉得他是命定之人，既然报了也该承担责任。河野目瞪口呆，连旁观许久的千鹤都忍不住了，怎么能对哥们的女友下手呢？夏一进门就宣示了对河野的所有权，但河野头脑还算清楚，虽是租来的女友，但终归是曾是哥们的妹子，真答应了会觉得别扭。夏被拒心碎成渣，不必那么烦我啊。啥？我懂抢球你会不爽？你离千鹤很近啊，真搞不懂该咋办。咱俩好了，我不会告诉闺蜜，知道你中意千鹤，我不急你马上喜欢我，开始试一下吧。看他那可怜兮兮的，真挺让人心疼。千鹤冷静地想了想，叫河野出去说说。他严肃的劝和，也还是答应吧。一是他兼职女友的事不会暴露，二是他感觉夏真的挺认真，如果河野不答应的话，怕是倒下会死皮赖脸的不走。毕竟他自己也说了，先试试看嘛。是的，看到脑夏那么难过的哭泣，他就硬着头皮上了，答应和夏处对象。但意外的是，从此每天只睡3小时，感觉这不像女朋友，像是养了个爸。还有那粘人程度疯狂到让人崩溃，恋爱的事还得保密，这真的是什么鬼契约啊？我要是不小心动手了，会不会被捉？烦心时我又开始想念千鹤，所以夏说要看烟火，我犹豫了。
想找理由不去。第二天我准备去打工，偶然看到千鹤和一个陌生男的约会，我心里疑虑重重，以为那是她男朋友。她嫉妒的不行，默默就跟了上去。俩人互动就跟约会似的，一起吃饭好甜蜜，还看命理好有趣。羡慕的何也忍不住咬牙，想要放弃的时刻，何也在厕所碰见了那男的。那人似乎在跟上司打电话，嘴里夸着对方长得可不错，一会儿说声音很好听，好像个人贩子一样。他得找机会告诉千鹤实情。俩人巧合走得更近，何也急着被绊摔出去。何也大叫对方是坏蛋，却见千鹤疑惑地看他，反而怪他尾随。学长在一旁把事情弄明白了，直接说今天在排练剧本。千鹤实在藏不下去，直接说出自己是演员，做租女友也是练演技。那次厕所通话其实只是推荐人选给导演。何也一头雾水，感觉自己像个小丑。但千鹤不但不生气，反而送了他份精选礼物，这让何也更爱他了。他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没想到连他这样的人也会有女生送礼物的那一天，激动得整晚都睡不着。这时候夏天到了，他知道今天他和千鹤在一起玩，虽有点失落，但他的决心更坚定了。忍耐不住了，看着他俩越走越近，何也找理由溜了，真令人心惊。何也始终想着千鹤，他的信息他必看，他总是马上回你，也会打扮得干干净净。看到千鹤没化妆都觉得好闻。其实千鹤对此不太在意，他让何也过来，是想让他指导下自己的徒弟，一个社交恐惧的新手租女友。毕竟何也算是熟人，做练习对象刚好。何也哪有不同意的道理，确保心里只有纯粹的友谊。他之前刚和前女友分手，那是一段正式的恋情，不过最后被甩了。我会陪着你，直到你忘掉他。何也第二天准时去见面，看到石柱后那个身影，就知道她是那个害羞的女孩。女孩叫小莫，她的可爱让何也目不转睛。小莫的社交焦虑挺严重的，总是默不作声低头。何也为了任务，建议她练习笑，可那笑容比哭还难受，让小莫更没信心，实在不适合当租借女友。为了轻松下，何也就拉她去打保龄球了，毕竟通过运动放松最管用。小莫第一次打球，姿势身材怎么都不对，何也的亲自示范，结果搞得俩人都挺尴尬。小莫左摇右晃把球扔了，何也知道没教好，决定说服小莫算了。就在想劝他别打时，他打字说了是来克服社交恐惧的哦。何也没啥好点子，于是打算先撤去喝杯饮料，怎么迷倒社恐女生。这时会有一帮小混混站在旁边，孤身男子只好躲旁边观望。真汉子直接冲上去占领地盘，然后带着女生快跑才是王道。这整个过程，女生对你的看法肯定大变，可能还会彻底放下心防。何也看小莫终于开口乐得合不拢嘴，还嘱咐他别紧张。小莫过来牵了他的手，用一个温暖的笑容表示谢意，让何也看呆了。不止这些，还主动给他递食物。我能吃吗？何也为了迎合他轻咬了一口，原本担心，没想到小莫吃得很自在。什么叫间接接吻啊？发呆的时候不小心把冰淇淋弄身上了。话说何也去厕所的时候，回来一看座位多了个人，竟然是他前女友马美。马美挺随意的问他谁啊，何也只敢说是朋友，但小莫不这么看，直接贴着何也。马美直接想多了，笑着先让小莫先走。小莫离开后，马美就未免为甘鹤心疼，他还没明白千鹤是租的女友，显然误会了。马美不禁唏嘘，分手后人生变化真大，原本不受欢迎，现在怎么周围都是美少女？这话听着何也不免尴尬。走之前，马美说她会装作没看到，承诺守着你作为前任的秘密。何也听了心里挺难过，马美可是他唯一的正式女友了，对他还是念念不忘。和小莫临别时，何也叮嘱他不用急，毕竟社交恐惧不是短时间能解的，他只需心态放宽。拜拜喽。马美一路上都纳闷，他手机搜了小莫名字，立马发现人家是租女友。回到家，千鹤真心谢谢何也辅导徒弟，但他打算辞职，他要全心当演员，得放弃租女友这工作。何也心里虽落寞，也没吭声。千鹤说帮我找女朋友，绝不会反悔。
我其实早应该懂。千鹤追求着自己的梦，我其实希望你成为我的女朋友，但我说不出这样的话。这姑娘真会做，自己把前任蹬了，还嫉妒他找别的女孩，尤其知道人家是租来的女友，假扮顾客把人叫出来捉弄，还拉着千鹤去 K 歌，对方不唱也得强迫唱上，唱完就讽刺人家招男人喜欢。河野在打工时全都看见了，他明明已经有下这个女朋友了，可是心里还放不下千鹤。虽然听不清楚他俩聊啥，但他们俩一坐一起绝对没啥好事。好奇心驱使下，河也就偷偷拉开了门，才发现千鹤的租女友身份暴露了，前任马美还在那冷嘲热讽。可他这次来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想要结束这次恋爱游戏。林美是想替朋友们出这口气，希望千鹤别再当河野的假女友了，说长时间这样会让他上瘾，妨碍他找真正的女友。河野心里着急，看着也难受，明显是我自己的过失。千鹤只是按酬劳行事，结果还得让前女友唠唠叨叨，看见你装模作样的笑，我有些不耐烦了。俩人离店之后，河野越想越内疚，就装病提前溜了。在桥头，他瞧见俩人影子，气氛依旧很压抑。千鹤懂自己的处境，但想到河野被骗得那么惨，还挂念着马美，就打算给他争取个机会。马美压根不领情，反倒暗示千鹤喜欢上了河野。千鹤不再伪装，河野确实是我男朋友。马美对多个竞争者也不在意，她不可能轻易放手。回家时，河野在门口等着说对不起。他明白千鹤很优秀，自己对他也有好感，不把心里话说出来，他都快憋坏了。可偏偏关键时刻会出错。马美打来了电话，是谁电话？你来接拜拜。河野接起电话了，马美的声音温柔地传来，他想要和好。河野被吓了一跳，河野会同意复合吗？前女友还带他去见父母，碰巧还遇上了他心仪的人。河野做得浑身不自在，紧张兮兮的，得面对对方父母挑剔的问题，还得留意千鹤的一举一动，稍微有点异样就容易分心。在对方父母严苛的审问下，河野总算抓到了个机会，趁上厕所的空档，偷跑出去找小莫。有社交恐惧的小莫显得焦虑不安，通过手机向他传达讯息。千鹤旁边那位是黑名单常客，订单因系统出锅才批下来，这下麻烦大了。河野挣脱不开，只得留下电话让小莫陪着，出事就立马打给他。河野想回去的时候，眼前这一幕吓坏他了。原来马美他爸早就识破了他的伪装，还说给他找好了未婚夫呢。他得听话，河野不忍心看他难过，因此当马美脆弱的靠近他也没推开，甚至决定陪他把戏演完，心里满满的都是千鹤的安全。选择时犹豫不决，一条信息就定了心思。你对马美哪点动心？他笑起来很迷人，在一块儿总是乐呵。我犯傻时他得教训我一番，说话虽尖酸，他心地善良，态度强硬是，可想人比谁都体贴。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他。很抱歉，我得走了，对不起马美。河野离开后直奔那家酒店，却不清楚具体哪个房间，肯定来不及一间间找，只好靠警报求救。正在房里猛拍的男人，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了，就想凑近点。警铃一响，吓醒了千鹤。河野赶紧确认了房间，把那男的打得落叶似的。男的虽然被抓了，还不服气，嘴硬非要报复回去。河野一听，立马火大了，敢对我女人下手，拜警察大人所赐，我得用爱来教育你。明显这招挺管用的，连马美也忍不住感动了。从那以后，河野就不再隐瞒，毕竟我是千鹤的男友。日子慢慢恢复常态，不过租界女友们心里各有小算盘，连前女友也又对河野动心了。租界女友第一季就此落幕，第二季还在制作中。感恩大家的支持，下次见面。